蘇州吳江區瑞景小區是一個高檔別墅小區，其中成排都是些美麗別墅。然而在這些漂亮的別墅群裡，卻屹立着一座破舊的2層小樓，與豪華的別墅群形成鮮明的對比，那就是蘇州最牛釘子戶莊龍帝和父母的家。當年開發商開出上千萬的賠償款，莊龍帝一家卻屢次拒絕搬走，最終地皮荒廢。如今可曾後悔？其中又發生着怎樣的魔幻故事？事情還得追溯到2004年，當時的吳江區還不屬於蘇州，是一個獨立的3、4線城市，恰好當時正處於全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蓬勃時期。有個開發商看中了這兒的松林鎮龐楊村貝家角一帶，計劃在這裡開發別墅小區，並且這個開發商還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，順利拿下開發權。直到2006年，拆遷工作正式啟動，開發商挨家挨戶上門商談拆遷賠款事宜。當時給出的方案是一拆一還，拆就是按照當時房屋面積拆遷，兌換相應面積的新房，還則是按照村民所有土地面積補償金額。這樣算下來，每家每戶不僅可以得到新房的同時，還能拿到100萬左右的賠償款。龐楊村一共60多戶，開發商叫上村委會的工作人員幫忙，拆遷事宜很快就敲定下來，並且村民們都陸陸續續簽了合同。然而到了一戶姓莊的人家卻反悔了，原本這家人也是同意了簽字，可一夜之間卻突然反悔，這令開發商措手不及。這家人原本住着一對老兩口，平時都以種菜務農為生，一開始聽到有大房子住，又有好幾十萬的賠償款，老兩口都高高興興地同意簽字，同時心裡還想着靠這些錢養老，以後啥都不用愁了。可到了簽字環節，他們卻臨時变卦，這其中又有什麼苦衷？原來是他們的兒子不同意。他們的兒子名叫莊龍帝，這個莊龍帝實際上早就搬出去住了，但是在法律上房子還是屬於他的。當他听說要拆遷後，又搬了回來，同時還勸父母跟他一起做釘子戶。那麼他又有什麼樣的理由拒絕拆遷方案呢？對此，莊龍帝給的理由是，他是家裡的老二，上面還有個哥哥，早些年哥哥結婚，已經搬出去住了。就在開發商和村民們談判時，大哥大嫂也同意了拆遷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這期間，大哥和大嫂居然發生意外，双双離世，只留下一個年幼的长子跟着爺爺奶奶生活。而就在前不久，村委會和開發商因談判事宜，在村裡舉辦了一場抓鬮大會，用這種方式獲得新房位置。但是因為莊家人忙着處理後事，就沒空參加。村委會隨意找個人代替莊家人抽了籤。後來莊龍帝對抓鬮結果不滿意，覺得不公平，說要為死去的大哥大嫂和在世的侄子討個公道，強烈要求重新抓鬮。當然開發商是不可能答應他的，這麼做實在太過麻煩。而且開發商覺得莊龍帝的無理取鬧實則另有目的，就是想獲得更多的補償金。那麼莊龍帝是否真的是這樣一個人呢？據村裡人的印象，似乎還印證了這一點。很多村民都覺得莊龍帝長期游手好閒，父母以種菜賣菜勉強度日，作為兒子卻不好好工作，就是一個典型的啃老族。不過開發商為了盡快解決問題，還是再次找到了莊龍帝，並且把賠償款提到了100萬。但是莊龍帝卻獅子大開口，說必須給300萬才行，理由是自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菜地，所以也應該納入補償範圍。莊龍帝的這番操作直接把開發商逼到死角，同時也惹惱了開發商。開出300萬，這已經嚴重偏離了正常的補償標準，並且還有個重要的原因是，真的給他300萬，其他村民知道後紛紛找上門，那該怎麼辦？但是莊龍帝可不管這些，態度一再強硬，試圖等着開發商繼續加價。眼看工期臨近，無奈之下，開發商只好不再管莊龍帝一家，先行一步動工了。2年之後，別墅拔地而起，只剩下莊龍帝一家的灰色2層小樓，很突兀地立在那裡，成為瑞景國際別墅區的一道獨特風景線。但莊龍帝一點也不着急，他認為開發商一定會再次上門找他。2012年，吳江市正式併入蘇州行政規劃區，吳江的 GDP 總量照6年前翻了將近3倍。得益於吳江的快速發展，瑞景國際的別墅區已經全部售空，
開發商正準備動工第2期，但是看到與高檔小區格格不入的灰色2層小樓，令他們越來越頭疼。沒辦法，開發商只好再次上門找莊龍帝談判。這一次，開發商更是狠下心來，直接開出了1000萬的補償款，務必要拿下這根釘子。莊龍帝聽到1000萬，笑了，開始得意洋洋了起來。他開始慶幸自己當初沒有鬆口，心裡想着，這才過去幾年，100萬就漲到了1000萬，眼下第2期馬上就要動工，要是再等上幾年，豈不是再漲1000萬？於是莊龍帝又拒絕了。莊龍帝這態度徹底讓開發商陷入絕望，他們都不知道到底要多少錢才能填滿莊龍帝這個貪婪的無底洞。當然，開發商的心情是莊龍帝當時所不知道的，彼時的莊龍帝還在為自己的精打細算而洋洋得意。後來在莊龍帝家的周圍，開發商又蓋高牆，又是挖景觀河，完美的繞過了莊家人的地皮。瑞景國際的建設如火如荼地繼續着。從那之後，開發商再也沒有找過莊龍帝。而此時莊龍帝心裡開始慌了，並且到2013年6月份，景觀河通水後，莊家人完全失去了通行道路，父母每天出門賣菜只能徒腳渡河。夏天還好，到了冬天，冰冷刺骨的水就像鋼針一樣扎在莊老太的腿上，而這一切都源於他兒子的貪婪和一意孤行。後來有媒體前去採訪，莊老太向記者大倒苦水，當初就應該同意人家，現在好了，連出門的路都沒了。直到這一刻，莊龍帝徹底坐不住了，厚着臉皮去找開發商談，但是開發商早已人去樓空，已經撤走。那一刻，莊龍帝再也笑不出來了，自己堅守了10年的地皮終究沒了價值，1000萬的美夢徹底破碎。後來莊龍帝因受不了每天出行都要淌水的麻煩搬走了，而母親則為了照顧常年生病臥床的老伴留在那裡，每天忍受着各種生活上的不方便，同時還要承受別人異樣的眼光。在這期間，因為網上有人爆出一張老人賣菜淌水渡河的照片，意外大火，這才把最牛釘子戶莊龍帝的故事推到人前。1年多後，2位老人也受不了了，只能去投奔莊龍帝。就這樣，莊家的2層小樓人去樓空，最終荒廢。而在這個時候，村裡的其他人都住上了大房子，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。隨着這幾年房價上漲，也獲得了固定的財富。而在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以前村裡的鄰居都失去了莊家人的消息。直到2022年2月，有記者通過許多渠道找到了莊龍帝，這才知道這一家人的現狀。莊龍帝和父母、侄子住在一個不大的房子裡，莊龍帝找了一份零工勉強糊口，而他母親因為失去菜地，只能靠撿廢品賺點生活費。面對記者的採訪，莊老太說有時候也會回去，遠遠看着老房子，早知道這樣，當初就應該同意拆遷的。言語之間盡顯後悔與悲涼，而莊龍帝則支支吾吾，仍然不願意承認是自己的一意孤行害苦了一家人。如果不是因為莊龍帝的貪婪，父母早就住上了寬敞的大房子，連養老金都有了。而在全國各地，類似莊龍帝這樣的例子其實還有很多，最後的大結局大多都是悔不當初。對於莊龍帝，這可以說是他人生中最生動的一刻，似乎也印證了克勞德·蘭納辛的那句話：貪婪者總是一貧如洗。所以說，人生在世，把心態放平，凡事懂得適可而止，才能知足常樂。